快呀，快！王上，我赢了。谁让你赢的？就不知道让着点黎黎？王上，您不是让嬷嬷赢吗？妄测上意！本王什么时候让黎黎败了？本王养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？谁惹王上这么生气啊？阿离，我的阿离，你回来了。参见王上。本王今日玩得很开心，你们下去领赏吧。是，快下去！阿离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禀将军，据斥候回报，南苏大军已在10里外安营扎寨，先锋营则驻扎在距我处5里外的丘陵处，大军兵力尚未探清。按先锋营帐数量推测，似有100万之众。若说南肃有100万大军，断不可能，但想来也不会太少。我们还是小心为好。也不知道南肃县下是如何思量，安营扎寨也有数日了，非但没有任何攻城之事，昨日反而派了人送来招降文书，这步棋着实让人看不懂。难道是觉得我们必败无疑吗？大军统帅是谁？南肃都督周天翼。灭了天玄20万大军的周天翼？正是。据说此人狡诈专兵，领军之能虽不比天机的齐将军，但也是实战胜7-8的将才。此事未派人快马传信禀报王上，是战是和，还要看王上的示下。如今稳妥的做法，就是闭关坚守不出。你们过来，我需要在这几处驻防做如此调整。诸位爱卿，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。我等觉得还是要依靠要塞，坚守不出，拖上一拖，等到入了冬，南肃就算不撤兵，战斗力也必然大减。下官并不这么认为。今年天气异常，都已到了这个时节，暑热还未消散。早前边境几城出现了疫症，所幸并无大碍，及时控制住了。若这天气一直热下去，只怕疫情会死灰复燃。下官担心一味的期待南肃入冬的时候退兵，会变得越来越被动。凌司空生前打造的这条防线，可挡重兵1月之久。南肃远征而来，肯定不会立刻发起攻城，我方只需坚守一些时日，待到入冬，气温骤降，一切都好办了。事易则备变，今年气候如此反常，怕是不能用往年的经验来做打算。对呀，言之有理呀。是的，国内吴大将确实是如何对呀。必须以何人是我。诸位爱卿，都回家去好好考虑，3日之后再议。臣等遵旨。苏上卿是为了南肃之事来的吗？微臣想问问王上，南肃之事，王上您如今是如何打算的？这几日，本王因此事寝食难安。你们3位是本王的重臣，本王想问问你们，有没有什么解忧的办法？臣等几人认为，以目前的形势，还需王上忍辱负重，以免玉石俱焚呐。我天书能领兵之将实在不多，要不这些年也不会被天机压着打。天机尚且败在南肃手下，天书的胜算更是微乎其微。本想着能够凭借林司空生前铸造的防线抵挡一阵子，可咸平地动，城墙毁了一半。王上，近日斥候回报，南肃有一支人数不清的队伍朝着咸平方向移动了。尽管咸平郡守已命人日夜修城，可情形也是大大不妙啊。而且这天气是越来越奇怪，眼看就要入冬了，气
气温不降反升。据说咸平还因收敛尸骸不及时，开始闹疫症。若南肃以咸平为突破口，天书会一败涂地。王上，您还是及早议和吧。玉清提的条件也不算过分。让本王向他称臣，这不叫过分，什么才叫过分？如今咸平城出了事，天书看来也难免一战了。大人，您觉得呢？战与不战，自然都要看王上的决断了。王上如今能有今天的位置，当时用了雷霆手段，应该不会不战而降。只是三大世家都主降，已经几番劝说王上了。先前君侯们还是主战，但咸平地动之后，态度都有所变化。世家大族在天书的势力盘根错节，若是王上决定与南肃决一死战，那么受到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他们。世家大族之所以不愿意孤注一掷，也是因如今这局面，任谁都很难对天书的赢面抱有乐观态度。大人，明日您入宫，王上必问起此事，您要如何应对？常说乱世出豪杰，乱世之中，许多条条框框都不复存在。越是没有束缚，越容易施展拳脚。我们这种毫无背景的寒门子弟，自然更当放手一搏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大人，崔仁下帖子，明日午时见面。您是先入宫，还是先去见他？午时？王上明日召我申时入宫，这段时间刚好可以先去见见他。想必近来那三家也没闲着，明日我先去看看他们有何所图，才好早做准备。不知崔大人今日有何见教？论起来，你我同殿为臣也有些时日了，不过却是生分得很。众大人可莫怪我今日唐突啊。见教嘛，谈不上。不过确实有些话需与众大人说说。崔大人有话但说无妨，在下洗耳恭听。南肃国大军压境之事，想必众大人知之甚详吧？不知对此事有何看法啊？此事涉及甚广，做臣子的自然万事以王上的定夺为马首是瞻。崔大人莫非是有何提议啊？如你所言，咱们做臣子的当然是王上想要如何，那便如何。只是昨日我与苏沈二位大人为着此事进宫见过王上。众大人，其实今日我约你来此，是有些私心的。你我二人平日里虽有些嫌隙，但仔细想想，并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。说到底，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。众大人若是愿意，就此接过，不如满饮此杯。在下不过寒门布衣出身，当不起。如今谁不知道众大人是咱们天书国的肱骨之臣？当得起，当得起。在下先干为敬。我平素便不大饮酒，还请大人
点到为止。崔大人，既邀在下前来，想必不单单是为了饮宴而已吧？此间亦无旁人，大人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如今时局不稳，说得严重些，我天书国只怕是已到了生死一线之境。昨日，我等3人进宫面见王上，谈及应对南肃之计。便是王上也觉得，为今之计，与其硬碰硬，并非良策。俗语也云：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与其拼个你死我活，倒不如韬光养晦，从长计议。你觉得呢？崔大人这话，我倒是有些听不明白了。何为韬光养晦？想必众大人一定听过“欲将取之，必先予之”这句话吧？如今面对南肃，不外乎是同样道理。天书与之相隔甚远，暂时服个软，以免遭遇天机国那样的结果。依图后事才是第一要务。服软？崔大人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倒不如说的再敞亮些吧。你们这是要向南肃称臣了吗？我就是想知道，这是你们的意思，还是王上的意思？此话当然不能由王上来说，毕竟是一国之君。所谓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咱们做臣子的要会审时度势，最重要的是要替王上说不能说的话，去做不能做的事。若是王上的意思，大人照做便是。崔大人今日约了我来谈此事，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吧？我方才不是说过吗？如今谁不知道众大人是咱们的肱骨之臣，众大人是处理此事的上佳人选。再者，我苏沈崔3家其实是有心要与你化干戈为玉帛，往日里苦无机会，如今也正是恰逢良时啊。我也从未有意与你们3大家族为敌，更何况以我一人之力与你们3家对立之说，实在是太看得起我了。然而应对南肃乃是国事，崔大人既说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那自然万事都要看王上的旨意。这等大事，在下是万万不敢妄自揣度的。曲解上意之事，还是少做为好。此事，大人就莫要再提了。在下告辞了。昨日臣等之提议，不知王上意下如何？苏上卿所言确实有些道理，只是要向南肃称臣服软不是难事。可是南肃就能如你们所愿，容我天书做个蜀国吗？南肃与我天书中间隔着大片的疆域，虽说他们一举拿下了天机，可他所用之人基本上都是天机的旧臣。臣以为，南肃虽然兵力强横，但治国不能仅靠兵马，他们一时半刻还找不来许多治国文臣。退1万步说，天机地处天书天玄2国之间，地势几乎一马平川。虽然我天书与天玄缺乏领兵之将才，但若真的与之耗着，南肃应对起来也不轻松啊。因此于情于理，他们都会谨慎考虑。看来苏上卿已是成竹在胸了。皇上，苏家也好，崔家沈家也罢，
我们都不是为了一己私利。臣等在天书世代为臣，自然不愿见天书的数代基业毁于一旦。臣有一事，不知王上可还记得？苏上卿，但说无妨。王上当初是如何登上这个王位的？苏大人深夜派人遣我过府，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？那一位已熬不过几日了，侯爷可打算妥当？苏大人当真觉得我一闲人可继承王位？侯爷想做一世的富贵闲人，在哪里做不得？侯府与那王宫无甚区别。我只怕，就算继承了王位，也难以服众。侯爷想的太多了。此事是苏崔沈三家的共识，至于能否服众，您就甭操心了，有人必会处理妥当。可我心里还是没底。俗话说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我们三家把你推上这个王位，虽然隐秘，但总有被人知道的一天。侯爷若是舍弃这眼前的大好机会，只怕这富贵闲人也做到头了。不，我人生在世，总有当做决断之事。侯爷，时间可不等人呐。此事全凭苏大人定夺。好，侯爷尽管在府上静候佳音便是。待尘埃落定了，我三家定保侯爷一世顺心。微臣见过王上。最近的情形，众卿想必已经知道了。微臣早前听说了，要不是路上突发重病，早就能回王城复命。让王上担心，臣知罪。众卿要多注意身体，好好保重。未来本王和你都要熬一段日子了。王上这是着凉了吗？日前吹了风，染了风寒，有咳疾，无碍。本王与你说正事吧。王上的意思是？本王已经接受了苏翰的提议，归附南肃。王上，只怕得卧薪尝胆一段日子了，直到时机成熟再说。王上，你决定了吗？是的，留得青山在，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。只怕是还要借助苏、崔、沈三家的势力。众爱卿，以后你低调行事，避免与他们起冲突。你和学宫的世子们，就是本王最后的暗棋了。微臣谨遵王命，愿王上一偿心愿，长乐未央。有你相助，本王一定能心愿得偿。怎么又是这个？王上，可急可大可小，但万不可轻视，是以药不能停。
皇上所用的是何药？是依城为王上看诊后所开的方子，王上已用4、5日了，较之前些日子确实好了不少。仲卿还懂药理，微臣只是觉得闻着太苦。良药苦口嘛。现在时局动荡，本王思量着，让你出城待些日子。仲卿意下如何？微臣谨遵王旨。本王知道，这口气不好忍。可你我君臣，现在不仅是逆水行舟，更是要小心水底的处处暗礁啊！皇上，凡事一步一步的走，总有拨云见日之时。好了，仲卿车马劳顿，赶紧回去歇息吧。啊，微臣告退了。皇上保重身体。大人，不出大人所料，3大世家的家主今夜在苏府密谈了2个都时辰，崔沈2人都带着数名死士侍卫。你可探听到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？侍卫和死士太多，在下候了半晌，才寻得机会靠近。不过他们就算在苏府，说话也是极为小心谨慎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3家确实与南肃人暗通款曲，大约是在天机国迁都那会儿，便已有了私下的往来。他们倒是想得周全。在下还听到他们的言谈之中数次提到过皇上，不过声音实在太轻，并未听得真切。在下觉得，他们一定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。你仔细说来。确实没有听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那个沈旭每每提到皇上，就会被苏汉打断。如果我所料没错的话，皇上怕是挡了他们的路了。大人是否要给王上示警？示警也没用啊。皇上近日事务繁荣，王上得保重身体才好。本王知道了，递交降书一事，就按你这奏表去办吧。此事臣定会办得妥当。苏少卿，有些事可以凭你的心意拿捏，但本王要告诉你，人都是有底线的。皇上的话，老臣不甚明白。苏少卿这么聪明，怎么会听不明白本王的话呢？本王昨日已召见了仲坤仪，令他近几日远离王城。凡事留余地，于人于己，都是一条退路。下去吧。臣告退。仲大人，前2日不还说王上的咳疾好些了吗？怎么如今看着还是不好呢？昨夜王上说头晕，早于往日就寝，可到了下半夜便开始发热，传了医丞来看诊，
医生大人说，王上是旧疾未除，又新感染了风寒。小的本要伺候王上用点膳食，王上刚醒来片刻，便令人去宣你入宫，之后就一直昏睡到现在。王上还未用膳吗？啊，小人现在去准备。啊。王上，王上，周青，王上，你哪儿不舒服？可要再宣一次医程？不必了，只是风寒。又吃了那许多的药，本王方才做了个梦，梦到了仲卿，仲卿却还是那日学宫里的无名世子，正与旁人细述本王的新政利弊。本王许久未曾见到仲卿如那时般神采飞扬了。微臣那时不过只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庶子罢了。仲卿，你心里在责怪本王吗？不战即降，为他国附属，与亡国无异。这道理，本王知道。皇上，有些事能忍，有些事则不能忍。微臣不才，但却愿意一试。并非本王不信你的能力，而是战祸一起，必定绵延至我天书全尽。让那些辛苦过活的百姓来承担这些，那对他们不公平。皇上，这世上不公平的事时刻都有。俗话说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？若是国家都没有了，那还叫什么臣民？微臣斗胆请命，即刻前往边境军中，领兵与南肃周旋一二。仲卿，晚了，晚了。未到最后一刻，便都不算晚。几日前，本王准了苏汉，令其处理归降南肃一事。苏汉执意要除掉你，本王也难保你一世无恙。你还是离开王城，带着本王这封印信去北边吧。那王上呢？就算是亡国，本王也得守在自己的王城。看来王上把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其他的本事或许还差些，但说起这个忍字，本王还是别有心得的。只怕皇上想忍过这一时的困境，也不行了。安心此话何意？皇上，当初临司空正值盛年，却因咳疾呕血殒命，您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吗？微臣听说过，有些药既能治病，也能害命。仲卿，
皇上，从前灵司空是挡了路的绊脚石，如今，如今是本王了。皇上，微臣从前认为你是这乱世里的明主，虽被世族阻扰，却也能不忘初心，勤勉政务。您所谓的忍字，微臣也细尝了10余年，各种滋味知道的也不会比您少。您若放手一搏，微臣甘愿以命相随。可是您现在妥协，无疑是自断后路。南肃的玉清又怎容您韬光养晦？微臣认为，自有济世之能。若是不能为王上分忧，也只能另寻一番天地。皇上对微臣的恩情，微臣铭记于心。